那我就开始啦。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啊，今天稍微有了，已经有了，已经有了啊。好，那行，好，谢谢。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3月24，1 second，我需要重新开始，因为我忘了开话筒了。我们再重新开始。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3月24日，网红名师张雪峰在苏州突然去世，年仅41岁。消息传出之后，中文互联网上很快吵成一片，有人惋惜，有人讽刺，也有人说他不过是一个靠贩卖焦虑挣钱的人，不值得同情。但真正让我震惊的不是网上这些争论，而是4天之后，也就是3月28日，他的追悼会现场。那一天，几万人从全国各地自发赶到苏州为他送行，队伍排出了几公里。有网友形容那是10里长街送雪峰。我想不出来过去几十年有过类似的场面，一个没有公职、没有官方身份的民间人士去世之后，竟然有这么多人自发地赶来送别。更耐人寻味的是，关于张雪峰追悼会的讨论，很快在多个平台上遭到封禁，一些悼念和评论他的文章也陆续被删除。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参加张雪峰的葬礼？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感激他？他所代表的那套人生哲学，生存比发展重要，上岸比理想重要，为什么会打动这么多人？而这套逻辑真的能改变寒门子弟的命运吗？今天这场直播，我们就想从张雪峰葬礼上的人群开始，谈一谈这背后折射出来的中国社会现实。今天参加直播的2位嘉宾是老朋友了，YouTube 频道徒步的骑手主播退休律师刘宗坤，YouTube 频道世界苦茶主理人，长期追踪中国政治和经济议题的独立学者李厚成。这2天呢，也有不少听众，真的我非常惊讶，有那么多的听众给我们来信，阐述了他们对张雪峰现象的看法。我们也会在直播中讨论他们的个人经历和观点。老刘、厚成，你们好。早上好，或者晚上好。好，那我们先说一下，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们有没有看？我想你们肯定是看到，就是那么多人自发的从全国各地跑到苏州为张雪峰送行，这样一个我自己看的那些视频和那些照片还是挺震动的。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来理解这样一些的这个现象。你觉得是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么强烈的一种集体的情绪呢？老刘，也许你可以先说一下。我想是这样的。首先呢，张雪峰的确是帮助过不少人，不管是他收费的咨询，还是他在网上放的很多免费的资料，一些免费的直播，很多人从当中受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你看一下网上的很多评论呢，就会看到很多。另外呢，我想就是大家可能对张雪峰有一些误解。张雪峰其实，政府对他也不待见，因为他说过各种各样的话，因为网红嘛，他会说各种各样的话。他说多了之后呢，肯定有一些话就是，很多人听了不高兴，很多人很厌恶，这是肯定的。你别说张雪峰了，你就看一下，很多政治家，包括林肯，你看过林肯说的很多话。当然，你现在如果是看那个正本历史的话呢，你看到林肯都说的一些很好、很有名的话。但是如果是仔细看一下历史的细节的话呢，你也会看到他说过一些在今天的人看来肯定是很不受待见、不让人高兴的话。张雪峰他是个网红，他说的更多。
各种各样的话他都会说，有些话是有点半吊子，有点250，这都是我想人说话说多了就会出这种症候，再加上他的认识呢有一些局限。但是我们如果是把这一些我们看到的他的一些缺陷放到一边来看一下他做的一些具体事情，就是他能够给很多人，尤其是底层社会的中国的老百姓，他们的具体的问题提供一个具体的答案。至于那个答案，你再从那个答案再看远一点，那是以后要做的事情，它并不是说你在高考这个环节之前每个人都能意识到或者都要看的事情。所以他的确是帮助过不少人。那么另外呢，我想中国老百姓尤其是这些年太压抑了。那么在一个人去世以后，尤其是一个名人，张雪峰是个名人，他是个网红，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加上呢，他说过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你像有些学科你不能考，像新闻学，这也是他那个很出名的一句话。很多人不敢说了，但是他敢说出来。那么很多老百姓呢，就是觉着他敢说话，他的确是想帮助我们，会有这样一种感觉。那么而且呢，他很年轻就去世了。那么这些因素凑到一起呢，他去世之后呢，很多人呢，他平常所受到的这种压抑，很多人感到焦虑，焦虑也是一种压抑，压抑才有焦虑。那么这种就成了一个突破口。那么很多人去悼念他，我想呢，可能会有不同的因素，这些因素凑到一起呢，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契机。这是我的一个粗浅的想法。那后尘你怎么看呢？喂，你是不对，是很多人把这个张雪峰现象解释为大家用这个方式在发泄他们平时其他地方的不满啊。我觉得我倒不怎么看，因为我看了有限的报道，因为现在中国缺乏这个调查报道嘛，其实你很难知道那么多去送的人有多少是本地的，有多少是外地的。但是在网上还是能看到相当数量的外地人家长带着孩子去悼念张雪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成本很高的行为啊，所以说它背后必有特别强大的这个冲动和这个价值，才能够驱动人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不然的话在网上发牢骚或说两句就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说明它确实触动了中国一般民众特别强大的一个心理动机。我觉得这个心理动机跟中国其他的群体性事件有点像，就中国经常在群体性事件之中，大家有一种不公平的感觉，如果有人冤死或枉死，大家有一种出来出头啊，为他这个说话的这个点。所以刚才我觉得老刘说的有一点我很认可，就张雪峰在一般人的想法之中，他是帮大家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就他是帮大家。是真有人这么把他比的，我看了好几个人都说他是普罗米修斯，真的。哎，你竟然也这么说？对，所以我不这么想啊。你不是这么想，但是就是有的人是这么，我猜大家真的是这么比的。对，我觉得大家是盗火者普罗米修斯。还有人叫他叫观音，对。观音，哎，天哪，这个越来越上量了，这个越说越大。还说他是那个普通人家的救星，因为我这两天也在写纽时的一篇专栏，我就看了特别多的评论，我也是挺吃惊的，就是大家对他评价这么高。对，也就是说，就是大家会认为张雪峰没有得到他应得的东西，就是他没有得到他应得的，其实他已经得到很多了，他是一个超大网红，他财富也很多，但大家依然认为他发生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不管是他英年早逝不公平，还是他之前被国家封号等等，可能都在民间积累了很多的怨气。所以他成为了中国一个特别奇怪的标本，就是他成为了大家认为的另外一种非常扭曲的体制受害者的角色。所以当他死亡之后，很多人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认为发生在张雪峰身上的事儿是不公平的，他是一个悲剧英雄的这么一个点。所以说张雪峰成为了一个悲剧英雄，这可能也是中国现在的一个悲剧吧。对，实际上我是其实挺震惊的，因为我以前对他知道很少，就只知道他们几句暴论。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其实也都是这样子。我问了，不光是因为我住在纽约，我也问了我在北京在中国住的那个朋友，但是我们因为都是年纪稍微比较大一些，生活环境都也比较好，可能不是张雪峰的这个受众的群体，或者是他的顾客的群体。
所以我们都很吃惊，竟然有那么多人去了现场，而且我还看了有一个舆情监控的一个公司，他做的舆情报告，就是在张雪峰去世以后，就是这些官媒有好多80多家官媒都做了他去世的报道，然后呢，在社交媒体上也是非常的轰动。这个舆情监控的这个公司就说，在这个他去世以后24小时，在微博上的讨论有1 billion 是10亿个可能这种的浏览，然后那个抖音上呢有50个5 billion 50亿的浏览，然后呢好像是这个微信上有80万篇文章。而且它这个整体的调子差不多90%都是正向的，而不是说是批评的。这个我说句实话，对我来说还是挺震撼的。我也这几天也是又去看了看他的以前做的一些就是连麦的这种，我也挺震惊的，但是我也学到了很多。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揭示，可能就是实际上中国有非常大的一个人群，他们灵魂深处的这种特别的这种焦虑。虽然我也做很多报道，我也去和这些生活的不如意的很多中国人，我想跟他们做对话，也做了一些对话。但是我真的这次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我好像不是很了解。这次对我还是很有这种教育意义的。我也和一些人聊了一些就是这些张雪峰的受众，还有他的这些顾客群体到底是什么。我想问一下老刘，就是你最近在评价张雪峰的，你做的一期油管的那个节目里面，我高度评价那期油管推荐大家去看一下。你说这个中国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一个巨无霸底盘支撑着金字塔间的这个顶端，这个底盘就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盘，而基本盘的信息来源相对单一。你能不能展开说一下，就是你说的中国的这个金字塔型的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结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可以从2个方面来看，就是中国社会这种金字塔型这种特征。首先呢，从收入上。李克强总理他活着的时候，他说过，就是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在1000块人民币以下。中国总共才13亿、14亿人，有6亿人是将近一半的人。你哪怕收入翻一翻，一个月收入2000块，那也是属于很低的收入。那么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些年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加入世贸以后，中国1线城市、2线城市呢，很多人富裕起来，出现了有好多人讲的一个城市中产。但是你如果把这个城市中产这个数量放到全中国人这个庞大的基数来讲呢，那是占到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这是从收入上来讲。那么另一个呢，是从这个认知上来讲，就是每个人的信息来源不一样嘛。那么这些低收入的阶层呢，他同时呢，他的信息来源也是相当单一的主要就是官媒，刷微信、刷短视频。那么这样一种信息来源呢，它会塑造他的精神世界。他想什么呢？他想的就是他看到的东西。这里边呢，就是这些年呢，我看到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尤其1、2线城市的很多富裕起来的阶层，觉得自己算是普通人。如果是在1线城市，甚至有些2线城市，如果是所谓的城市中产，你在中国实际上已经不是普通的中国人了，你已经是在那个金字塔上面，虽然不是在顶尖那一部分，你已经是在很上面的那一部分了。尤其是有一个阶层，我以前也属于那个阶层，也有很多朋友在那个阶层，就是大学老师这个阶层。人们一说中国的金字塔顶尖，就是说权贵是最顶尖的，那个你跟他们没有办法比。但是你就说中国的大学老师这个阶层呢，
他们实际上，你说大学是在体制内的，你不要搞错了。很多大学老师觉着自己是中国的普通人，你不是普通人，你是体制内的。对。所以好多就是看不起张雪峰，还有看不起张雪峰辅导的那些老百姓的一些朋友呢，其实都是在大学当大学老师。很多大学老师呢，他是虽然也是从这个底层上来的，但是呢，好像他们一上去之后，他就忘记了他当年他徘徊彷徨的时候，就说考大学选专业的时候，他们也急需有一个人给他们做一下指导。你至少告诉他们，你学哪个专业，将来的就业情况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好多朋友呢，因为现在都是处在中年以上的年龄段嘛，他们那时候呢，可能考大学的时候呢，没有这种焦虑少一些，因为你只要能上名牌大学呢，将来都有工作。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想现在就是从这些角度，你看一下中国这个社会的特点呢，就是这种一个庞大的底盘。你说有13亿人、14亿人的话，至少有10亿人，它是属于这个底盘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盘。这个基本盘呢，他们你看一下，如果说政府呢，他是欺负他们，任何一个小官都可以欺负他们。另外呢，你说他们的孩子要去考大学，他去考大学的时候呢，大学也不给他们讲实话，都说自己的专业怎么好，就业怎么好，实际上就业不怎么好。这时候呢，张雪峰呢能给他们一些帮助，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就是说那个在认知上、收入上处在金字塔上端的一些朋友呢，他就说瞧不上张雪峰。可能是因为他帮助的呢是不属于那一个阶层的人。我倒觉得我这么说吧，我知道你说的就是其实我自己想的，这次事情让我也前所未有的意识到，就在中国，我也是属于就是很上边的一些人，就不是说我这些朋友或者我自己看不起张雪峰，实际上是我们不了解张雪峰。就是平时他的那些我们只能看到那些 headlines 那些标题，实际上他具体说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去真正的看他一个，比如说视频，也更不会看他的直播，好几个小时3-4个小时，谁有这时间啊，对不对？很多朋友就是因为那句话给他做个判断，就是他打台湾要捐5000万，就因为那句话。对，还有我这做记者的，是不是？我这做记者的，他说你那个孩子要想上学新闻，你就一棍子把他打晕了算了。这种话，我一个做新闻的肯定觉得很被冒犯，对不对？对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以后再说。实际上，我这几天和好几位我们的听众那个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是觉得，实际上我可能对他这句话背后的这个逻辑有所误解吧。对，那后程呢？后程你就是就是我们的那个有听众就来信就说，这个张雪峰的受众既不是真正的有权有钱的精英，也不是赤贫，就是从大山真正出来那种最贫穷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城市里普通工作，小孩也就是成绩一般的这种普通城市的这些人，我觉得中产可能都不太能算得上，就可能是中层吧，中国的中层，我想问一下后尘，就是说你同意这位听众的这种观察吗？就是这个人群在中国的这种社会经济背景里面，大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还有就是我们有办法得知，就是这个这个群体在中国的总人口里面，大约会占多大的比重呢？我这几天真的是对这个问题无比的感兴趣。我其实不同意这个看法啊。我觉得张雪峰的受众分好几层吧。第一层是张雪峰实际购买他这个产品的受众。这个受众都算得出来数嘛，他的企业一年的营业额8亿左右，然后呢，他的这个收入是12000一档，17000一档，这个1对1服务，对吧？所以他的这个服务受众60万左右，对吧？所以他的购买他服务的人是60万，这个听上去是个很小的数啊。中国一年高考人数是1100万，有60万的家庭购买他的服务，这个数字不大。但是呢，我觉得这只是张雪峰最窄的一个口径，稍微宽一点的口径呢，是看张雪峰个人账号的一个人。张雪峰的抖音账号的粉丝数是2700万，然后2700万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大的
不得了的数了。他虽然没有排进前50，但我可以给个参考啊。比如说司马南，然后司马南的抖音账号是3700万，雷军的抖音账号也是3700万，李佳琦是3600万。那李佳琦、司马南和雷军，这已经是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最大众化话题的人了。张雪峰其实做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窄的赛道，就是高考选专业这个事儿。那么李佳琦是你可以说覆盖几乎所有女性或者比女性数量更大的消费者，那司马南、雷军呢，就是更是绝对的这个社会人物。那张雪峰自己的这个号就有2700万，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了。当然里面有没有水分，这是中国的另外一回事儿。那么更不用说受到张雪峰影响衍生的切片的，帮他进去2次传播的各个账号，在网上更是不计其数。所以我觉得张雪峰的受众是特别特别广泛的，就是他在中国绝对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他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你可以说只比雷军和李佳琦低一点点，没有一个数量级的差异。所以说我不认为他的这个受众是这样的人。那我就可以看另外一个，因为很多人消费不起张雪峰这个1万多的这个钱嘛，所以他这个受众是小的。但是很多人是看他的直播或者受他的影响去买那些更便宜的高考服务，比如说很多这个 AI 服务，现在各个 AI 平台都推出了 AI 高考这个填报志愿的服务，对吧？你可以说这些人各个平台吗？我都不知道。都有这个 AI 填报服务。你可以说如果没有张雪峰，他们的服务也不会这么火。就是这个服务的代表，这行的代表就是张雪峰。那买得起张雪峰的买张雪峰，买不起的就去买其他的 AI 服务，再买不起的去看张雪峰的直播，去吸收一些信息。所以我觉得张雪峰的这个受众无远弗届，最后能够转化为好几千人去街上送他，这个在中国你就知道，这他绝对不是好几万，我觉得不止好几千，好几万。哇，好几万那就更吓人了。所以说他绝对不是就是我觉得他的受众群覆盖了有权的精英，只要不是小地方的感觉自己有信息差异的，到大山寒门应该都是张雪峰的受众。对，我实际上这2天和一个就是做这种高考选专业的一个年轻人，我前一阵子正好因为另外一个选题跟他聊了，结果这2天我就昨晚上又跟他在那聊了一下子。他是在河北，他不是在张雪峰的这个公司做，但是他是在一个小一些的公司做。我就问他，他说我们的收费要比张雪峰的那个那公司收费要便宜很多。他说他们可能也就7、8千吧，我觉得那也挺多的。对，如果你一个月收入3、4千是吧？7、8千那是挺多的。然后他说他们的客户群体呢，他觉得就是能称得上中产。他说的中产就是刚才老刘说的大学老师算，什么医生啊、律师啊，还有这种的，就是比如说省会城市的这种的公务员了，这样子的人，但是那个是占1/3的，剩下2/3的就是他说的所谓的中国社会的中层，不算中产。就是一般的家庭可能这个收入可能一个月7、8千，一个家庭一个月收入7、8千。还有呢就是这个地方上就是这种的小县城里的这种的公务员，就是体制内的这些人，其实收入不是很高。然后我就说，哎，体制内的人他们都不了解这个报专业的这些东西。他说实际上大家的这个眼界都是很窄的，都就完全，而且因为中国报专业也是一个高考专业，也是一个简直就是一个迷宫一样的存在。就我听了一下，他说张雪峰的他们的人就是人的阶层，那个公司的那个他们的客户阶层可能是比他们公司是要高一些的，因为收费还是贵很多的。但是呢，我觉得后成刚才说的也特别有道理，就是很多人都是你可以看直播嘛，看直播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东西的。然后我又听了一些直播，就发现有的人是等了几天才能等得到和他说话。这些还是挺确实就是应该是还是挺大的，也不是说中产的那些有一些家长他也不知道怎么报专业，所以这个还真是挺大的一个人群。我再问一下，就说你们俩就说这个张雪峰追悼会，就这个微博的这个话题是还有这个有一些这种视频相片被封禁，或者是有一些视频他们那个是被限流。你们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中国政府他在忌惮什么呢？老刘你先说。你说。后成说。
对，我就很简单，对，我就很简单，我觉得这个是典型的维稳思路嘛，就是这个事的性质本身不重要，但如果形成了大规模群体线下事件，他特别就算这个事儿本身没什么，他特别担心它的衍生效应嘛，包括这个事儿本身突然有人扯出一片横幅来就麻烦了，或者有人看着这个事件想去模仿在其他地方，所以说维稳这个事儿可能并不是这个事情本身，而是忌惮这个事情产生的衍生效应。尤其是在中国，如果你介入不力，比如说你能够做却没有做，你能够封却没有封，最后导致事件就出你的事儿。所以说，我觉得官方的维稳系统都会有一些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这个思路吧。所以说，这么大的线下群体性事件，肯定还是要都封掉的。对，老刘呢？你怎么看呢？我想主要是后尘讲的，就是这种人群聚集嘛，都让官方很紧张。这么多人去聚集，而且不单是我说袁立你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聚集，这官方可能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聚集。我觉得他们看着几万人都是这么排着那个长队，是不是？他们可能会首先是吃惊，然后很恐怖，因为什么会很恐惧？因为他们会感觉这有可能转化成一个发泄口啊，一个突破口啊。因为你那么多人，平常官方打压他们，然后中国的这个精英阶层忽略他们，讲一些跟他们不着边际的话，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忽视的，没有人关心他们。突然有一个张雪峰出来，然后整天在直播，然后告诉他们一些至少是在很多人看来是讲实话的这样一些事情，他们觉得这么一个人41岁就去世了，很多人会有一种悲情的，当然官方会很害怕了。另外呢，我想你说十里长街送雪峰，十里长街送总理，还有刚才那个两位讲的，就是说在网络上出现了几亿甚至10几亿，那么悼念张雪峰的、评论张雪峰的，你总理真去世了也没这么多人，10几亿人去，是的，对，所以这个一方面就是至少我个人感觉是反映了人们的一种被压抑。你想这10几年中国人活得多压抑，你哪个阶层都压抑，你甭说这个处在金字塔底盘的，上面稍微上一点的人都可以压他们一下。我想有各种因素吧。对，我实际上我看了，当然就是非常吃惊，然后我也在想，这个说明了就是一种什么样子的这种的群体性的情绪，是吧？再一个呢，我就也想的就说，政府看了肯定是有点胆战心惊，因为葬礼在中国是一个政治上非常的就是容易引发这种的事件的，就是1976年，对，1976年，那个4·5事件是吧？在这个文革的后期，那么多人去天安门去纪念这个，去悼念这个周恩来是吧？悼念周总理，那就是十里长街送总理的这个来源。后来就是引发了很大的变动是吧？是一个变革的那个前奏。还有就是1989年。胡耀邦去世，那么多的学生就是以这个为由头，然后去出来去要说这个讨说法了或者怎么样，最后引发了这个天安门的这种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然后最后的出现了6·4。那我在我的记忆里面没有一个普通人，那都是总理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总书记，就共产党的总书记，然后他张雪峰是一个网红。你站在中南海，站在中宣部的角度这么一想，我觉得都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们再往下来讲一讲，就说怎么来看张雪峰那些雷人的观点和言论。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孩子如果是非要报新闻，我一定把他先打晕了。然后还有什么所有的文科专业都叫服务业，总结一个字就是舔。还有就是这个，如果祖国统一战争枪炮打响，我个人至少捐5000万等。老刘你怎么看呢？你在你的那个视频里面也讲了一些这些看法。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他提出来的一些对专业的看法，好比说他对文科的评价，对文科的评价呢，他并不是全错的，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尤其是对中国的文科。我在中国念过文科，你念过之后，你会知道文科教的大部分东西，你不能说是垃圾了，在中国是，至少在中国文科是这样，它是没有用的，它不只是没有用，它还会有好多那个坏作用。我们在那个我们那时候呢，大学还好一些，现在据说这个文科呢更没法看，还不如以前呢。像我们以前在北大念书的时候，那个政治课大家都不去上，对，因为政治课肯定属于文科，还有延伸出来的五花八门的一些学科，都是从政治课延伸出来的，或者有政治课的成分。那么那时候我们那个上政治课呢，那个我们都在宿舍睡觉，那个老师呢派学生去喊我们，像我们呢都装着睡嘛。我们宿舍有个同学他脾气不太好，是啊，我们宿舍有个同学他脾气不好，他说他妈的你没看我们在睡觉吗？滚！当时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们虽然学文科，但是我们知道文科里面有相当的一大部分是垃圾。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你在大学里面这个文科又延伸出来各种各样的这个门类那一个门类等等等等。如果是中国的政治气候不正常的话，它的文科不可能正常的。你即便是政治气候稍微正常一点的时候呢，有些文科毕业的时候也是不容易找工作，这是一个事实。你说张雪峰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他当然改变不了。他做的是提出具体的就是报专业的建议，这是他做的工作。你不能把它看成一个思想导师啊！你如果是把它看成一个思想导师，给你指导理想，那是你自己的理解有问题。他就是做的这个具体的工作，就是指导人报高考专业。什么专业呢？毕业之后容易找工作，不至于说让你本来家里就穷，或者家里本来就是一般的家庭没有钱，然后学了4年大学，然后花了好多钱，毕业的时候还找不到工作。他是为了让你避免出现那种情况。那么如果他做的，他是不是尽到了他的职责呢？他尽力了，你这一点不能否认的。我想就是从这一个角度来讲呢，他讲的他说的对文科的评价呢，当然网红你必须是讲话必须是走极端的，你不走极端的话他没人听的。你说文科呢，就是说将来呢找工作呢可能不太容易，谁听你这一套？他必须说文科，就是刚才有什么根本找不到工作，然后都是服务业，要填等等，这样的一下都记住了。对，我们是不是3个？你说，他那个就是说讲那个就是打台湾捐5000万那个，我想。有一个博主叫老梁呢说是张雪峰是拜他为师的。他最近出了一期视频，他回忆张雪峰，他就是讲了张雪峰讲那个话的一个背景。那么他是不是就是说一般的人呢，即便是在那个就是说情绪激动或者怎么样，哪怕喝了点酒说出这种话来呢，也会反映他的精神世界。他的精神世界里边的确有很多垃圾，你这个你没有办法的。你在中国，你念完了高中，念完了大学，哪个人头脑里边没有一堆精神垃圾？你就是人跟人的区别，不是说有没有这些精神垃圾，是你在成长以后，是不是能够有意识的主动去清扫这些精神垃圾？张雪峰呢，他没有清扫干净，他随口说出几句来，然后呢，你能不能就靠着这几句话给他定性呢？你当然可以给他定性，那是一种看人的态度。但是后来呢，我跟袁立一样，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很少看他的那个视频，是他去世以后我去看了一些，我对他的看法呢还是越来越宽容了。
并不是那个说就是用几句话或者他的几句名言给他定性，他的确是跟很多普通的家长提出了有用的、有意义的建议。对，我们是不是3个那个学文科的？后成你也是学文科的是吗？都文科。我们3个文科，来，你来说一下。那我这个他得罪了2个，又是学新闻的，又是学新闻做新闻的，又是学文科的，对，他把我彻底得罪。我的看法不，我的看法跟老刘不是特别一样啊，就是我对张雪峰的理解要弱一点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雷人言论呢，当然他这个雷人言论肯定揭示了中国的一些什么真实的情况，不然不会这么火。我觉得他揭示中国的情况呢，就是他这里面隐含了一个叙事，就是第一呢，张雪峰跟你说这个社会可残酷了，这个社会特别特别残酷，这是一点。那中国的社会残不残酷？非常残酷，这也是真的啊。就中国行差踏错就可能万劫不复，有没有可能？确实也有。那张雪峰的第2个点呢，其实就是另外一种，他贩卖那种信息，而且是一种很特殊的信息。我觉得用一个中国的话说，就是门路。就张雪峰给你指门路，它里面揭示了中国另外一个现实呢，就中国表面的规则和信息都是无用的，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和潜信息才是有用的。那张雪峰呢，就帮你指这些门路。那这些门路呢，就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中国人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特别喜欢去了解这个社会的规则，怎么去 hack 这个规则，怎么从这个规则上套利，这也是一种中国的典型心态。那这2个东西呢，在中国都是真实存在的啊，而且在高考填报志愿领域呢，也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好的大学无序扩招，搞一些这个专业看着挺好，其实质量很低，他肯定不会告诉你。如果有人能够告诉你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件事儿。所以这三方面呢，我觉得是张雪峰说出了中国比较真实的部分。但我觉得另外一部分呢，我觉得他所做这个事情的，他所提供信息的价值和这个事儿对人的真实影响被他高估了，而且不是被受众高估的，就是被他自己高估的。是被他自己不断的强化填报志愿这一下对于人生活的决定性意义，和只要填报错了，他经常用这个话说，他经常认为如果你是普通家庭，你去学文科专业最后就要倾家荡产等等的说法，或者你父母最后就要借债，就是搞这些在中国有没有发生过？有发生过。但是不是就是你这填报考填一下你就是拖累整个家庭，是不是这个情况？我觉得是被他过分夸大的。那所有这些夸大的内容背后，虽然张雪峰可以说我是一个价值无涉的，我就是提供一个功利的工具性的高考填报服务，你不应该像老刘说的，你不应该问张雪峰要这个人生价值，这个视角肯定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够摆脱里面的一个点，就是张雪峰确实在输出人生价值，就是他的直播里面，你可以说他口无遮拦，或者说因为直播嘛是一个非常 improvise 很随机的一个东西，那话赶话到那儿了，那很多人问题来到这儿了，张雪峰必须回应。那张雪峰本身也并不避讳去回应特别多关于人生价值和选择的话题。那我觉得这些选择话题在我看来啊，就误导性是相当强烈的，而且这个误导性的强烈在于，我觉得他指出的很多道路也未必真的能够帮助很多家庭实现。比如说张雪峰经常认为普通的家庭的女性最后就要考公，这个东西社会常识了嘛，就你就算指出这条路，你给他说中国有几个专业考公招收的专业最广最容易选择，就这一句话真的能提高大家这个考公录取的概率吗？我觉得不是啊，因为考公这个事儿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就是有时候比高考竞争更激烈，尤其是张雪峰这一下说导致那些专业的报考量实际大涨的话，4年之后的情况，因为这个博弈的原因啊，说不定更严峻的，说不定更难了。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张雪峰这一下来，他有这么广泛的一个渠道，把这个社会挤压向这个领域，到底最后能不能帮到很多人真的就业成功？其实我觉得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服务本身的价值和这个服务本身对于人生置业选择的实际影响，其实我觉得都有强烈的误导性。这个服务本身的重要性和他的这个实际的承诺，我觉得也是被他自己高估的。所以我会认为他这个雷人的观点背后当然照顾到了中国社会很残酷，中国社会需要找门路，这都是中国的社会的真实情况。但是我认为就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这个找门路的方法和他这个找门路过度强化找门路，普通人必须极端的现实主义才能够生存下去，我觉得这个是误导性的。
对，我说一下我对他的那个这两天的看法。我觉得我和老刘可能是稍微比较看法比较像一些，就是我这两天看了几段他以前直播的连麦，就特别就。我觉得我能理解，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觉得他不只是一个网红老师，而是一个真的在替这个普通家庭说话、为他们着想的人。就比如说有一个连麦的一个男生，就是他说了，他等了好几天才连上麦，是他自己说是一个来自18线小县城的这种的小镇做题家。是听了张雪峰的话，第一个就是来感谢张雪峰，说他那个听了他的话，然后本科上了哈工程，应该就是哈工大，然后呢保研到了这个国防科大，但是呢他还是非常焦虑。他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听了我就觉得特别心酸，就是一听就是一个特别老实的小孩儿，然后真的是心里面没主意，也不知道去问谁。他问了好几个问题，就比如说，这个专业毕业了，到底大概能挣多少钱？然后呢，我毕业应该去哪一个城市，会比较好？我怎么能判断就是这个一个城市，适合不适合我留下来？我应该去从哪些方面来判断？他说他到就是可能2年前为止，只是就是因为上大学去了哈工大，然后呢后来又去了这个湖南。他就只去过就是长沙和哈尔滨这2个城市，其他都没有去过。我就发现，哎呀，这小孩真的就是很多的这种普通家庭的这种小孩，他可能很会考试，很会做题，他真的是不太知道就是在分数之外怎么来看这个世界。然后张雪峰他的回复呢，他都一个一个都跟他说的特别好，就是都说的特别的，就让我觉得他至少他的人设就是他非常的，英文叫 authenticity，就是就挺实诚的这种感觉。就说你大概能挣2-3万啊，如果你找的工作还不错了，然后那个去找这个城市呢，一定要就是能怎么留下来，户口怎么样，如何，反正就各种的吧。然后他还说了一个话，让他就很会和别人共情，就提供这种情绪价值。他就说，像我们这种所谓的小镇做题家如何，就是我们心里面都有自卑的。这个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就一下能了解，就是说这些人那么卑微的去，真的就是很没有办法的去找他来问这些问题。有这么一个出口也挺不错的，不然的话，这个小孩他去哪去问呢？我不知道后尘你会怎么看呢？是我太天真了吗？不是天真，我不是这么，我不太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问题就是这个从哈工程，然后最后去到这个国防科大，然后做题家上岸这个人，他对自己未来的忧虑，我觉得很大程度上真实的原因是他对这个社会了解比较少，对吧？比如说他怎么判断一个地方适合留不留得下来，这是中国现在社会的一个通病嘛，就是中国现在但是他父母是完全，他周围的人没有办法给他这种指导。中国有很多家庭的小孩是没有这种指导的呀。这我理解，就是我最简单的说，我认为这个原因是因为中国这个培养路径和中国这个城市路径，包括中国这个信息环境，信息是非常封闭的，就是它既缺乏人生的经验，也缺乏跟他人实际交往的经验，也缺乏对于一个城市生活、未来生活的视野，这些是真正的问题。那我觉得解决他的问题的方法是打开这些视野，但我认为张雪峰的答案恰恰是把它的更缩限了，在他既有的已经很缩限的人生视野之上，继续把它缩限在那条功利的路线。你要赚多少钱，去什么城市、什么产业、产业集群、公司合作、未来路径等等等等。如果一个人真的把生活进一步缩限到这个功利路径之上，其实未来他生活中可以获取的其他经验会更缺乏，他的疑惑和困惑只会更多。就是你看，他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从这个考试、做题、上岸、找工作这个路径之上已经算成功了，他还这么疑惑，这疑惑就是因为太窄。但张雪峰进一步让他更窄，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也是我认为这套功利路径虽然它很契合中国的情况，也是中国的问题所在，但我真的有时候认为它不是解决了问题，它是加剧了这个问题本身。这只是我的看法。对，我当然是你的看法，但是这个也是不是他能够解决的，是吧？就说这些小孩，你让他怎么去扩大的这种的影响？就是
我说这句话，我们这些公知已经整天都在说了，是不是？就说的让人家去读书去干什么的，去有理想，然后什么 follow your passion 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没用啊，都说了几十年了，这些人也没有说，可能有一些人是可以看看书呀，看看这个后尘的视频，看看老陈的老刘的视频，有一些启发，但是对他们解决实际生活，就是没有一个把手，我觉得啊，就我们也有一位听众他就来信说，他说有人说张雪峰是贩卖焦虑，其实焦虑不需要他贩卖，因为我们对未来越来越担心。普通家庭的父母没有享受到好的教育资源，一生都没有什么机会改变人生。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孩子拼搏10几年，为他购买一个决定未来的志愿填报，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选错了，未来怎么办？就我觉得还是就是这些他们真的需要的人，他们真的不觉得，就是还是挺需要，觉得他们认为他们很需要张雪峰提供的这种服务。老刘你怎么看呢？我想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就是如果是比如说你出生在就是传统上说的知识分子家庭，爹妈或者在体制内，或者是大学老师，你没有办法能体会到，就是说你父母什么也没有，打零工，那种家庭，你的这个得到的信息，能够从父母得到的帮助是什么呀？你要比说。我在北大有个同学，她是班里最聪明的一个同学，她是个女生，她从河南考到了北大。她后来给我们讲，她说她第一次坐汽车就是去上高中，去县城上高中，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坐火车就是从河南去北大念书，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坐飞机来美国留学。每个人的起点是不一样的，然后你说，你爹妈这个给你提供很好的条件，然后你高中还没毕业都出国旅游坐飞机，你怎么能够体会到这样一个女生她的经历呢？然后你如果是有这样的经历，你父母是没法帮助你的。就是我那同学，他还有个弟弟，他的父母是把钱都花到他弟弟头上去。那么你如果是你处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当中，很多东西你要自己去经历啊。而不说你经历了之后，他到了美国来之后，他改了专业。为什么要改专业？因为要去学一个容易找工作的专业。你说他没有理想了吗？这是没有理想，他还是有理想的，他的认知还是很高明的。但是你说是不是？他就是放弃了理想，他也没有放弃理想，他生活得很好，他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比好多人国内整天喊口号的公知，他的认知要强多了。所以呢，你经历过这一些以后，你才能够看到，才能知道，就是说，能够让理想的更真实一点。所谓理想，你无非是一个更高的目标嘛，人生的目标嘛。但是你如果是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没有办法保障的话，你怎么去实现你一个更高的目标？所以呢，我想张雪峰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呢，他就是说能够帮助让大家有一个起点，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穷人家的孩子有一个起点，就是你念完大学，你要首先要有工作啊，你要自食其力啊，你要谋生啊。你如果连自食其力的能力都没有，你谈什么理想啊？人不能没有理想，但是你也不能活着除了理想什么都不会啊。所以我想它有它的作用，是不是说它的限制了就是很多人的眼界呢？如果一个出身贫寒的孩子，如果是悟性不是很高的话呢，可能就卡到张雪峰这一步了。就是张雪峰提出来的建议这一步了。你还比如说学个工科，学一门硬技能，容易找工作。你如果人生卡到这一步了，张雪峰有没有起作用呢？可能也起过作用，但是也不能全怪他嘛。因为你经历过之后，你要把自己提升出来啊。你张雪峰之后，你要去听后尘的博客，对吧？然后才能更提高啊。所以你不能
把自己卡到张雪峰的给你提出来的建议，你不能把自己卡到这一步。但是是不是人要把自己卡到这一步，它取决于好多好多的因素。是不是说你没有张雪峰，他就卡不到这一步了？张雪峰之前，我们这一代人，比我们稍微晚一点的，念名校的也有，念专科学校的也有，大部分人都是卡到这一步了。那时候还没有张雪峰呢。我想这是我们理解的一个道理。对，我觉得啊，我说句实话，我就说为什么我前面说我感觉就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就是特权阶层肯定算不上，就说我这次真的是觉得我的这个可能我的精英视角就是没有太关注张雪峰或者他和他背后的这个群体一下子出来这么多人，这种情绪，这是让我吃惊的，也是让我反省的一个事情。而且我后来又想了一下，就说我们当时上大学。你不见得就是我学的都是文科，本科学的是英国语言与文学，是吧？无比没用的，就是学外语的，然后后来又学新闻，还什么国际关系，都是文科，都没有用的。但是当时没有问题，你学了什么出来，你只要上了一个大学，出来都有很多工作。就那个年代试错的成本是很低的，那现在这个年代试错的成本是很高的，因为本来就有清华出来的人都去送外卖，这个也有过报道，是吧？清华的博士出来去北京的一个街道办事处去工作，也有很多。就是这个年代年轻人实在太难了，然后家长呢又差不多一个小孩这么10几年看着，现在小孩我觉得他们学习也比我们小的时候要苦很多。我们小时候我觉得我到了高3才开始好好学习，就是这种的。我这次真的是感觉到有很多人，他们内心深处的这种不安全感、这种焦虑、这种无望，是特别特别触动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也想让后尘再聊一聊哦，就是后尘你在有一篇评论文章里面说，你这个话你可能前面也说了，但我想让你再稍微展开说一下。你说就是逼迫穷人放弃理想和兴趣去换取所谓的安全赛道，不仅无法抵御长期的行业波动，反而剥夺了他们最需要的心理铠甲，也就是在面对逆境和低回报周期时，支撑人坚持下去的内心动机。你再展开讲一讲，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心理铠甲，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的。还有内在动机，你多说一些好吗？我是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我觉得这个中国当然存在这个实际的物质贫穷，但其实也存在心理贫穷。像你刚才举那个例子啊，这个他清华毕业去街道办，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他那个角色他一定能找到更好的东西，他为什么要去街道办？我觉得这是某种心理贫穷的体现。这话虽然听着特别不好听啊，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为什么说这个人的内在动机去追求所谓的理想和兴趣对穷苦人更重要？这是我一直的观点。因为很多人认为理想是富人的这个奢侈品产物，只有富人才能追求理想。张雪峰也说，你家境更优渥，你去追求理想；你家境不优渥，你就只能按部就班。我觉得这是恰恰说反。我说实话，我觉得富人不用追求理想，穷人才要追求理想。这听上去特别反直觉，但我觉得原因就是如此。是因为富人家庭，第一，中国现在所有家庭里面，如果要追求未来的财务回报，哪些家庭更有利、更有可能性？当然是富人家庭。富人家庭有富人家庭的资源，富人家庭孩子本科考不好可以送出国去读研究生，研究生回来不行还可以再去读个研究生，在国外都行。就是富人路子非常非常多。富人家庭更有社会资源，也可以介绍孩子去更好的公司工作，甚至回来自己家庭的公司工作都有很好的发展。那富人的孩子现在状态不好了 ，gap 1年去玩1年，状态调整好了回来继续生活都可以。就富人的生活有大量的 option， 有大量的外部的东西，有资源、有钱、有选项，可以支撑他的生活过下去。那么穷人的生活反而就不一样。那穷人的生活或者资源没有那么多人生活，你生活的选项非常少，就是你需要接受大量的，就是你生活就是第二次有选择，甚至次有选择，你需要接受大量的回报很低的需要忍受的时期。那么什么东西能够促使人坚持度过这些时期？
我觉得就是人对于所谓的理想和价值的追求啊。所以我觉得富人的生活，你看这么多有钱人，这么多大富豪，这些大富豪很少有人真的去做什么 NGO 等等等等，都是给钱。为什么呢？因为财富已经足够去支持他们生活的回报了。那么谁去做 NGO 呢？很多就是普通家庭人去做。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从里面获得了价值的回报。也就是说，我在文章里也写啊，假设有2个人都想毕业都想学历史学，一个是有钱的，一个是没钱的。那张雪峰当然说你有钱你可以学历史学，没钱你就去学兽医，你学计算机。但实际上这2个人从兽医计算机毕业或者从历史学毕业，可能都会现在中国这个情况都会遭遇这个就业的困难。就是你选了张雪峰的路，你去考公，这考公也是九死一生，也不一定考得上。那考不上的时间之内，谁更需要？比如说他学历史学，他最后觉得自己苦哈哈写个历史公众号，持续写下去，谁更有可能？当然是能够接受在回报更低情况之下的那种可能。那谁的生活中会面临和接触回报低回报？当然是穷人家庭。也就是说，穷人家庭更可能去接受低回报，去漫长的低回报周期。那什么东西能够促使人撑过这个低回报周期，而且是有质量的撑过低回报的周期？就是这个事儿本身有除了功利主义以外的回报，你才盯得下去。所以我一直觉得普通家庭的人非常需要多元化的回报，就不是功利主义回报，因为只有资源的家庭才能够非常稳定的获得功利主义回报。没资源的家庭，就算听了张雪峰，你也得不到。但如果刚张雪峰堵死了你除了功利主义回报以外的其他官能和其他路径，促使你觉得人生选择最重要，选择好了就有功利主义回报，选错了就没有功利主义回报。你把功利主义回报当作衡量你生活和未来，就像那个哈工大的学生的唯一指标，其实就堵死了你的其他官能，堵死了穷人最可能的就是面对逆境，面对非常差的选择和面对低回报周期的时候能够坚持下去的能力。我一直是这么觉得的。就其实我也是很普通的家庭出来的，你说我考得多好，其实也没有。我那大学其实我自己也是有很多的低回报的周期的。那么这个周期能够坚持下来做下来，我觉得就是因为成长的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觉得包括我觉得我们都是很多学文科人都是，就他是能够盯得住那个低回报周期的。其实袁老师您肯定也认识，现在很多在国内还在做所谓这个新闻报道的小孩，那都是苦哈哈的。那你要说金钱回报绝对不比去当公务员的好，但我觉得他们的人生不管说有没有价值还是幸不幸福，绝对比一个小城公务员幸福的不是一星半点。那这个幸福并不来源于功利主义回报，就来源于他们那个追求。那个追求可能也并不为人所知，就现在参加这个直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看到这么多活生生的普通家庭的孩子出来做这些行业的例子，其实我就觉得我真的打心底里觉得我说那个所谓的心理铠甲就是对于普通家庭的人，你能够让自己有了内在回报，有道德的回报，有价值的回报，这就是心理铠甲。因为说白了，在现在中国情况之下，这普通家庭的孩子你得不到那么多功利主义回报，你就算 optimize， 你就算去找门路，你也得不到那功利主义回报。这现在中国情况就是这样，没办法的，绝大多数人就得不到。但是我不得不说啊，就是在美国这么富裕的社会，现在的小孩儿，就说你让他真的说是为理想怎么样的，这种其实挺少的。当然，在任何一个社会，真的是为着理想而活的人是很少的。那这个我补充一句啊，我觉得可能理想把这事说的太崇高了。就是我觉得日本社会给我很大的一个感触啊，就首先日本是个工资很低的社会，当然跟中国比高一点，其实跟发达国家比，日本工资可低了，就是实际上台湾工资也很低。但能看到我很吃惊，日本和台湾工资这么低，还有韩国。对，但你会发现，就他们有强烈的兴趣驱动，就是这些人平时苦哈哈，上班也苦的要死，但下班做个自己兴趣的事儿，跳个舞啊，拼个小模型啊啥的，不亦乐乎。就是这些人的兴趣的官能、价值的官能，其实并没有被完全阻塞。就他可以一个月拿人民币不到1万块钱，然后干个苦哈哈，但下班4个小时，还是过一个对他来讲很有回报的生活。这不算什么特别大的理想啊，不是说有什么特别高大的理想啊，拯救全人类、世界和平，不是。你就是兴趣吧，就他的兴趣，他能够很自由的追求兴趣，追求兴趣在这个社会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也是一个大家都接受的事情。但张雪峰就告诉你，你是穷人家庭，你没有资格追求兴趣，你没有那个从容。你是穷人家庭，一定要放弃所有的从容，一定要让自己足够的紧张和紧迫，你人生才行。但我认为这放弃的部分
恰恰是一个普通家庭人未来最大的回报。这是我的感觉。我刚看到有一个听众的有一个我们的那个 YouTube 观众的那个评论说的挺好玩，他说其实应该先听张雪峰的，然后再听后尘的，如果一下子就听后尘的，步子迈得太大了，容易扯到蛋。我觉得这个评论我都快笑死了，看着。老刘，你对于后尘说的这些，你有什么？我觉得你挺好的，你们俩今天的这个观点稍微有一点点不同，我们可以稍微的我很赞同这个，我很赞同后尘讲的心理铠甲这个事情。心理铠甲这个是不是跟专业有关系呢？实际上，从我接触的这个人群来看呢，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好像跟专业没有太大关系。有一些学工科的、理科的、文科的，有的人心理很脆弱，也有一些呢，同样学一个专业的，他心理很强大。那么他遭遇了职业方面的挫折或者什么挫折，他都能够克服。我想跟专业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比如说人们经常讲的什么所谓的人文修养，好像跟专业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人们可能有一种误解，就是觉得学文科就是会有人文修养，实际上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你学文科的好多人他是没有什么人文素养的。你看一下国内的你在国内念过文科，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的话，你知道你教你那些教授有多少有人文修养的。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跟专业没有太大关系的。前些年还有一位很有名的人在国内做什么全科还是什么全科教育还是什么通识教育啊，通识教育。那通识那是教育出来的吗？那不是教育出来的，那好多不是大学里面教课教出来的。那么它有好多因素的，比如说你家庭的因素、你父母的因素、你个人经历的因素。实际上我知道的一些这个人里边呢，有一些是学工科的。我举个例子，就是哈佛大学的那个索士刚教授，他是美国工程院的院士，科学院的院士，他的人文修养比国内我接触的好多文科大学教授的人文修养高多了。所以你是不是你学了哪一个专业，比如说你学了工科，一定就是说要把理想放到一边去，没有理想了，没有人文素养了？它不是那样的，它是更上一层楼的一个东西。对，就是说你不管是学什么专业，你都需要那个东西。如果张雪峰他讲过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他给人有一种误导，不管是人们在理解当中的误导，还是他的确是有意的去那样误导，那可能有这样一个因素。但是呢，我想就是说在他那一个他只能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环节嘛。你如果是把自己卡到那个环节里面，你看不到后面的。你如果是能够超越了那个环节，然后再去谈理想，再去看理想，再去看一些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一些东西，形而上的东西，就是中国传统讲的形而上的东西，形而上者谓之道。但是我们离不开形而下的东西，我们每天都要生活在一个形而下的世界，我们不能脱离了这个世界。国内的文科呢，就是我念过之后呢，至少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他经常会教给人好高骛远，就是说教一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东西，他的确是有这个毛病在那儿。我们学文科的呢，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呢，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克服他的这样一个缺陷，这样一个毛病。你学工科的呢，当然就是说你也不能完全就卡到张雪峰那一步，你要就是说能够看远一点，能够突破自己的学科的认知天花板，去看得更高一点，更远一点。那么具体到个人的人生或者生活当中呢，就像后尘讲的，你要能够有自己的心理铠甲，你不管遇到什么挫折，职业挫折、学科方面的挫折也好，你要自己能够克服，你要有自己的生活。
就不能卡到里面。对，我来念一段，就是我在国内的一个朋友给我发的就是他发的一段话吧，我觉得说的挺好的。他说这几天我也看到类似的视频，这种自发的哀悼潮，开始我有点吃惊，后来就觉得既是可理解的，又是复杂的，既理所当然，也很遗憾。张雪峰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社会的顺民阶层，顺就是顺从的顺，他们自甘卑微但坚韧，自甘奴役却相互争抢资源，互助也就是张雪峰，但也互害。他们鄙视仰望，鄙视星空，却也看不清前路。他们身为韭菜，却替镰刀殚精竭虑，他们同时也厌恶任何提醒他们存在韭菜的人，认为是刻意害他们、损害他们利益的。他最后总结了一句，他说：“张雪峰受限于诸多共产党的毒，但他真诚和敬业地帮助了很多人。”我说句实话，我觉得他说的真的是还挺精辟的，我还挺同意的，就是说，可能比较 critical 吧，对张雪峰的这个人群，他背后的这个人群的一些看法，就是实际上，我不知道，后生也许你来说吧，我少说一点。没，我看你在点头。对，我的点头是说，我点头是那个真诚性，我一点都不怀疑啊。就是张雪峰肯定不是一个揣着明白装糊涂，他自己不认可这套，他非要骗大家的一个人。我觉得张雪峰是真心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价值，而且通过这么多的学生和家长的回报，我觉得他也是真心拼命在做这件事儿。这点上，但这个值不值得敬佩，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我觉得我想点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其实张雪峰就是他自己所说这套的绝对反面。他是几排水专业毕业的，他的专业绝对不对口，他的专业不对口，他现在这么成功，他现在这么成功，依靠的并不是一个他所要的社会硬技能，恰恰他的成功来源于他所看不起的融会贯通的文科学科专业。他现在做的事情非常偏文科，一个信息服务确实也是服务业，但他一点也不用舔，他一点也不需要别的，他的人生就是一个不走他这个门路的路径，慢慢成功的一个故事啊。所以我觉得张雪峰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成就来源和自己的幸福来源和他每天吭哧这么真诚干的这个事儿之间，其实是有挺大的一个落差和障碍的。但是但我点头的就是说，张雪峰是一个绝对完全认可自己做的事价值的一个人。所以从我自己来想，我觉得挺讽刺的，就是他自己的成功经历跟他所宣扬的东西，是绝对相反的。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对，哎呀，要讨论的问题太多了。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提问题啊，不要都是互相在这个评论区吵来吵去的，说的一些什么学计算机的这种的，我看的已经太多，太没有养分了。对，就很无聊。那希望大家能提出几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这个张三丰。就有一位前记者，他写的这个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他说他把这个张雪峰所倡导的价值观总结为张雪峰主义，就是对寒门子弟来说，生存比发展重要，为了上岸，不惜一切代价。还有呢，就说也有我们的听众来信说，虽然有很多人批评张雪峰导致人们功利化的选择专业，但我觉得在中国这个畸形的教育和就业市场，最终就会导致它的出现。没有张雪峰，还有刘雪峰、什么王雪峰。我就也挺想听一下，就是说。你们就是对这种所谓的张雪峰主义，还有这种的批评他这种极端的这种功利化，我们前面已经讨论一些。实际上我也有一个，我这么说吧，我这么问问题吧，就说，我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让就是张雪峰他去，还有那个很多他的这种受众，他的顾客，他们的这个面对的问题是中国这个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和这个劳动力市场严重脱节，还有这个选专业的这种信息的不对称。
就是张雪峰或者任何一个普通人有能力或者有责任来改变这种模式或者社会和这个制度规则吗？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只是想挣钱，他要谋生，他这么做有问题吗？老刘，你来先说一下。我想这么做是个常识啊。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尤其是，就说你家里没钱，父母没钱，你走向社会之后，你要靠自己的人，你首先就要谋生，你首先就要挣钱。那么，你能不能有更高的目标？当然可以有，但是你要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从哪儿来？这个基础就是你要有一个工作啊。你的工作，你靠什么找工作？你要靠你的专业，要不然你要去送外卖。你学了一个找不到工作的专业，也要去送外卖。那么，就张雪峰他是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至于说他能不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呢，是另外一回事儿。他至少是努力在给你解决。我有一个朋友，他本身也是一位记者。我想他讲的很有道理。他说，你理想经常是虚幻的，这一点没有错，大家都。但是同时呢，张雪峰他给你提供的这种确定的答案，你要说你去学工科，学一个比较宽泛的工科就可以找到工作，这看起来是有一种确定性，但是实际上也是虚幻的。因为它只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你要说他去学土木工程，土木工程是那个工科，但是你毕业的时候，那个房地产已经崩塌了，那个学土木工程找不到工作，那就又变成一个几年之前还看起来很确定的一个答案，又成了虚幻的一个东西了，它根本就不确定。那么至于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那你怎么做呢？但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他还是要寻求一种至少是看起来有确定性的东西，而不是说，学电脑，学电脑现在好像也没有确定性了，因为变化比计划还快。替掉的。是啊，但是它总体上来讲，它还是比那个好比说那个很多人骂张雪峰的学新闻学，还是更有确定性一些，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因为中国的社会，它这10来年有一个很明确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封闭。这种封闭性呢，它肯定会传导到各行各业的发展上去。你传导到之后呢，它有一个现象，就是本来呢，就是说普通老百姓家里的孩子呢，你最早的时候，好比说你不管学什么专业，你只要是念过大学，你都有前途，都有出路。这些年呢，又开始必须选对了专业才能找到工作。但是呢，因为这个社会呢，它整个的越来越封闭，它传导到一些行业，好比说传导到了这个建筑行业，传导到了电脑行业等等。它整个来讲呢，就是普通老百姓这个最基本的生活，就是这个地板跟这个天花板之间的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小。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你怎么做呢？对于一般人来讲，他还是要追求至少是眼前能看到、感觉到的一点确定性的东西。这样做本身是没有错的。你说他是功利也好，他肯定是功利的，每个人都是功利的。你不要去看那个好多人就是说不食人间烟火，不食人间烟火那是假象，他每个人都要食人间烟火的。就是说你在这个功利的你把它区别就在于是不是你把这个功利是作为你的一个起点、一个基础，还是作为生活的全部。那么一般的普通人来讲呢，你可以就是说至少先有这么一个起点，然后呢再一步一步的从功利中看看能不能挣脱出来。我想可能是这样一个，至少是我是理解是这样一个道理。对，我来念一下这个几个听众的听众来信，因为我们听众真的是我觉得都写得非常长。有一个听众跟我说，他很多年都是坚持看张雪峰的这个直播，就是无论是做什么，反正就是
就像一个陪伴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吧。像很多人听播客一样，张雪峰去世以后，他晚上都有晚上都一晚上想着张雪峰都没有睡着觉。我来给大家就是我们摘取了一些这个听众来信中的一些内容，我来念一下。就听众一他说，在一个老百姓试错成本极高的环境里，他确实给了很多家庭贫寒、对未来充满焦虑的孩子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出路。听众二说，这几年在张雪峰的影响下，我老家的亲戚在给孩子报志愿时越来越看重专业而不是学校，顺应孩子的兴趣和学科优势，看重未来的发展，而不像我们高考时那样志愿乱填，一门心思冲院校。听众三说，虽然张雪峰没什么预测能力，但是他收集了很多现有信息，对于家长来说也是打破了一些行业信息的壁垒。虽然自己去研究各类报道和资料也可以得出结论，但是在中国的信息环境下，并非所有家长都有着这种信息收集、分析和判断的能力。就是在给我们留言的听众里面呢，有不少人是感谢张雪峰的，但有不少是批评他的。总体来说，我的感觉是，就是关于张雪峰去世的这个讨论，墙内呢就惋惜的多，就跟那个舆情监控公司他说的这个90%都恨不得都是正向的，但是墙外呢就是批评他的人很多。我想就是后生也许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有这么两种非常不一样的反应呢？哎，你是静音的。我觉得这个可能问到了中国社会一个特别根本性的矛盾啊，就是也就是说，张雪峰做的事情呢有没有价值？有，他是做一个局部的最优化，对吧？我其实有时候觉得他的那个报考服务里面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把你的分数最大化，就是我在山东我考这个分儿，这个分儿你别去报这个2本的学校，你报那个学校会更好。就是他把你这个分数 optimal 的这个服务是可能里面信息含量最高的或者技术性最强的一部分，它确实是个局部的最优化。但是我们也反过来问，刚刚我们另外一个逻辑，我们反过来问，如果一个人他进入一个局部最优化的模式，他的代价是什么？就我想起马克思韦伯他讲的一个现代性的一个困境啊，这虽然话说的有点大，但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实在。就马克思韦伯就是一个现代科层制啊带来这个工具理性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导致人在小事上极端聪明，在大事上绝对盲目，就是导致人在一个小事上他算得可精可精了，但在人生大选择上根本就是跟那个投骰子一样绝对盲目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局部的 optimal 它的代价可能就是这样，它促使人进入到所有的局部的 optimal， 但是在大事上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盲目，会导致很大的问题。但是真正的矛盾来了，那么别人就说那行啊，那你给我大事的方向呗，那你告诉我大事该怎么选，对吧？这个东西呢答案又很乏力。那我觉得现在中国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中国不管是国内的政治情况、信息情况、经济情况，就都到这个程度上。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在大事上绝对成功的一个路子，哎，这么选人生战略就能成功，这个不行。所以我觉得墙内墙外可能有这个区别吧，就是到墙外翻墙出来的人，他对中国的现状不满意，他也不满足于这个 optimal 的局部 optimal 的这个状态，他愿意看一些更大的东西，制度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但是看下来之后呢，可能人们最后能做的就是批判和抱怨，你也做不了啥。但是我觉得刚刚老刘说的那个对，我也很赞同老刘引述他朋友那个说法，张雪峰给你一个局部的 optimal， 这事儿是不是一个虚假的？可能也是，就他给你看得见的希望，但未必摸得着。他那个路径听上去特合理，但你实际摸4年之后，可能未必是那么回事儿。而且绝大部分时候，我觉得就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那个专业对口的这个梦想，在中国专业不对口肯定是越来越普遍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就业市场就这么糟糕嘛。所以说这有点像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个东西，而不是两个利益东西哪个更好。这两害是什么呢？你去追求一个局部最优化的生活，这个生活未必能实现，但是呢可能有时候还行。或者你去不追求一个局部最优化，去追求一个更大范围决策的生活，那么这个生活呢在中国是极难极难的模式，可能能导向一个更幸福的人生或者更明智的选择的人生，但是也没有人能告诉你这个东西一定能行。那而且这两者都有极大的失败的可能，前者的失败呢就满盘皆输，就是既没有局部最优化，最后也失败了，最后呢你也没有也缺乏了内在动力，不知道怎么办。后者也有可能像老刘说的，你可能连生存都成问题，那更麻烦，对吧？这个我也很认可啊。我觉得如果你一个普通家庭出来长期失业4-5个月，那个理想也不能当面包，你在这个情况之下对个人的人性考验
或者品格的考验更大，也很难有人经得起那样的考验。所以在中国呢，就是这样一个两个选择都是很糟糕选择的环境。那么这个东西大家该怎么选？你要批判两者都有很多可批判的，但你要捍卫两者说里面存在可行的部分呢，也有很多可以可行的部分。所以说我觉得这事儿难点就在这儿，这两个选择都足够糟到很难说里面任何一个我能够挺直腰板说这准没错啊，我跟你说这个绝对没问题啊，好像很难这么去说。对对对，哇，对，我来那个什么，念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听众在这个 YouTube 留言提的问题，这3个问题我觉得是有点相关的，我就一起来都念一下。就是第一个人说，大家觉得张雪峰走红背后究竟是因为他揭穿了规则，还是因为我们已经默认生存高过理想成了唯一的职场准则？第二个人说，其实应该从教育的基本开始说起，教育是为了什么？为了找份工作，还是以自己的兴趣为主出发？说来说去，其实就这件事，而这件事，中国、美国哪国的教育都面临这个问题。那位他就说了，还有很多我就不念了。然后第3个就说，怎么改变中国太功利的问题？无解，功利主要还是在强调理想太奢侈了，甚至于谁配有理想呢？老刘，你来先说一下，就是这个，我觉得这几个是相关的，那不管是从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还是这个是不是这个生存高过理想成了唯一的职场准则，还有就是中国这个太功利了，就是理想是强调理想太奢侈了。是这样的，就是经常会听，就是这几天呢，经常看到这样一些评论了，尤其是还有人讲，就是说把教育工具化。它教育本身就是个工具啊，你不能，你说你教育去掉了工具，还剩下什么呀？就只剩下读圣贤书了。你读圣贤书的结果，你在历史上都看到了，就无非是最后都弄成八股嘛。那么你不能排除教育它的这个功利性啊。你如果是没有功利的话，谁还去念大学啊？没几个人去念大学，你在家里自学念圣贤书就可以了。所以呢，教育你说你把它作为一个工具，这本身是没有错的。你念大学学一个专业，学一个技能，要不说即便是你在哲学系，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学哲学。我们那时候学哲学呢，至少是在北大的哲学系那个本科生那边，绝大部分都是别的专业调剂过去的。因为你报了北大，那个别的专业都满了，然后但是你分数又很高，怎么办呢？就放到哲学系去嘛。就是说你真正是学的话，也是有技能的。你还比如说，数理哲学系最聪明的学生在数理逻辑那一边。数理逻辑学什么呀？他要学数学啊。数学是一种很高很高的技能，它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就不是技能，抽象是一种很高很高的技能，有规则的抽象，有结构的抽象，一般人是学不会的那些东西。但是你学了之后呢，那时候我刚才讲到，我有一位同学，他到了美国之后，让他去学什么呢？他去学统计。那么另外一位同学呢，他去学什么？他直接是学电脑去了。我问他们说学起来吃力不吃力？他尤其是学到数学，学到这个电脑语言、元语言这些东西，他说一点都不吃力。我那个就是从河南考到那个北大，第一次坐火车就是去北大念书的那个同学，他说我能教我的教授就是数学，这是一种很高的技能。它并不是说你一定学工科，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个设计一个机器或者怎么样，那才叫技能。这些技能你一定要掌握的。你不管学什么，这是它的工具性，这是它的功力。你哪怕在中文系也是有技能的，但是好多因为中文系国内的中文系这种教育呢，好多人是毕业的时候什么也不会，他写文章呢也是写的，就是说写一篇1000字的文章，有800字是废话。这并不是说你这个学科没用，是你学的这个教的这个方式出了大问题。
所以呢，你不能排除这个它的这种工具性，但是呢，你不能卡到这个地方。你哪怕是学当时看来很实用的一个学科，你还说你学电脑，然后现在 AI 一出来呢，找工作也不容易了。但是呢，为什么还是有人能够找到工作呢？那么同时呢，还说很多程序员，AI 一出来之后，好多程序员给解雇了，但是为什么另外一些人呢，他不但没有解雇，而且呢，他越做越好？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有的人他在大学里面学完了这个专业之后，他就给卡到那儿了，他没有什么进步，他没有什么提升，他就给卡到里面，他永远就是大学1年级。然后他工作了10年还是大学1年级，他就给卡到大学1年级了，这是区别。所以呢，你要不管是你学什么专业也好，你功利也好，功利本身没有错，教育有工具性本身也没有错，错的是什么呢？错的就是你停留在它的工具性上，停留在功利上，卡到功利里边，卡到工具里边，什么都是功利，什么都是工具，你卡到里边肯定将来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我想关键是你要自己提升出来，对，这是关键。对，后尘有什么说的呢？我在你说之前，我看到有一个人说，他说还是社会保障做得不好，兜底能力太差，一旦没有相对较好的工作，你很难获得一个相对较好的生活，你不得不功利。那位也还是说功利，就是为什么？对。这个我当然认可了，就是中国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你可能需要更多的钱才能维持生活，但是我觉得中国也是我说那个方向嘛，中国也是这样一个社会，中国也不是一个好像大家没赚上钱是因为对赚钱这事不够重视，是吧？你只要重视一下，多功利主义就能赚到钱。我觉得中国也绝对不是一个这样的环境啊，有很多人想破头想破脑袋了也赚不着钱，这个对经济环就到这儿了，所以这是一个情况。刚才我一直在思考，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有2个情况嘛，一个是我们今天也在看功利和理想的这个对应，对吧？但是有没有哪个视角这俩事儿没有那么矛盾呢？我觉得刚才老刘提这个点，我其实特别认可，就是其实各行各业都有技能，不是说计算机和兽医是技能，文学就不是技能。其实文学也有技能，那可能这个国内的大学教育真的很差，但是这个工科的技能呢，因为这个教材在那儿，那个硬的物理世界在那儿，那个技能学起来呢，可能稍微确实技术性掌握好一点，就文科这事儿一散了，就确实挺难的跟得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说，在中国平均的教学质量，工科比文科好，真的是很有可能在中国，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可能。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说当然这事儿就把张雪峰的这个服务说的特别薄了，好像这也是个常识问题啊，大家只要学功课就行，这事儿也不值得花17000。但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再反过来想文科的技能啊，那实际上我会觉得文科的技能有时候跟生活的常识接的要有点近。就比如说文学吧，文学确实里面也是有技能的。那这个技能不只会用于这个文学创作，或者用于成为一个记者，成为一个文字工作者，因为这个语言是人很本源的东西嘛，它也用于表达，它用于跟父母吵架，它用于谈恋爱，用于跟上司沟通，用于写邮件，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技能。那我觉得文科技能有这么一个特点，包括更泛的社会学等等等等，它可能跟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和常识比较近。那比如说这个我学这个汽车工程是个工科，在汽车这个事儿上它相当实用，但转回来到炒菜到教育孩子这事儿就变得相当遥远。所以从技能上来讲呢，但我们反过来说，文科技能也有别的一定的用处。所以我挺想强化文科技能的这个用处的影响的。当然这个大家都可以自学，不一定要到大学去学啊，但这个也是一个很难的情况。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功利主义啊，其实人的功利有很多很多的部分，包括你选择什么样的城市，有一些人突然出现了一个出国，就算劳务务工的机会，你抓不住这个机会，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女朋友，他除了钱之外，其实都在影响你的生活。包括你也发现很多人其实有一定赚钱的能力，但就是这个赌性特强，就迷信这个投资特别功利，不管是投资还是虚拟货币投资，一口气把自己全部折进去，这也大有人在。所以这种功利其实不只有你毕业起薪那个事叫功利，就是你如何看待财富，如何看待赚钱，如何看待风险，其实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利。
那么我也会认为，一个人选择孤独生活还是选择谈恋爱，这本身对于他生活的功力也会有极其深刻和深远的影响。所以说我还是比较坚持我那个主张啊，就是功利这事儿没错，但是我觉得功利和毕业起薪有很直接的关联，但也不能把功利全部看作就是毕业起薪就等于功利，或者毕业5年的薪资就等于功利。但我也确实觉得老刘说那个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事情啊，就是你的兴趣和理想，它不是靠你想来实现的，兴趣和理想也是靠硬技能去承载的。那这个硬技能当然有的学校能教，有的自己能教，所以我会觉得，就如果要调和刚才讲的这个功利和理想的事儿，那就是功利这部分也要不狭义的看待功利，不把功利看作专业对口和毕业起薪。那理想也要相对狭义的看待理想，不把理想看作好像是个精神浪漫主义，只要脑子想到了就能够自我满足的东西，它也是一个需要硬技能实现的。我不知道这样去想有没有帮助大家调和一下看待职业发展、大学就业这个事儿。所以我想说一个事儿，其实你看现在大家都觉得专业第一，对吧？其实说实话，以前有很多人问我怎么选专业，哇，我跟张雪峰说的完全相反。我是城市第一，学校第二，专业第三。我认为考大学城市是第一位的，因为很多人为什么去大城市生活和工作？因为你在大城市读大学，你很难说我在一个中型城市读大学，毕业之后去北京、上海工作，这种机会很小。但我又认为在中国呢，去什么城市生活是你生活质量和机会的第一原则，所以我一直认为城市第一。我为什么以前觉得学校第二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学校里面啊，其实一个学校的氛围和一个学校里的人际关系，可能成为你这个毕业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算你学了一个挺好的专业，但在一个没有那么好的学校，生源比较差和视野比较窄的学校，对你未来生活也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变成专业第一啊，我一直觉得这个是城市第一，学校第二，专业第三。我是觉得学什么专业，只要你那个到了毕业跨专业都能找到别的工作，都能有这个就业机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是反正我提供一个我的想法，那这个想法是不是调和一下这个功利主义和理想的绝对二分？你把这个功利主义扩大一点，把理想缩小一点，把它变成一个整体生活抉择来看，我觉得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点点这个帮助。老刘还有什么补充吗？我想后生说的很好，我就补充不出来了。对，这个理想和这个功利真的是挺难说的，而且我都不太敢说，因为我觉得，我和老刘年纪差不多，就从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真的那种经验，我不知道对现在的年轻人有多少的适用性。因为我就是一直都是自己感兴趣，做什么就做什么，是吧？就非常的没有计划性，也没有说要去策划自己的职业和人生，就这么一步一步走到这儿。但是我一直都是从小就喜欢学新闻的，这个是没有错的，所以我就是一直坚持下来的，就是做这个事情。对，可是你现在就是说到新闻这个专业，他说要学新闻，要把这个孩子先打晕了再说，是吧？我后来也看了有一些，就是我们也有听众来跟我说，我也看了网上有一些评论，就说，他说这个新闻这个专业，不能学，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就是说这个中国现在没有新闻自由，所以呢，你学了新闻专业，你出来也做不了真正的记者。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想法了。还有另一方面呢，还有另一方面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我看了有一个视频，下面的评论特别有意思，有一个人就在那感谢张雪峰，他说：感谢你劝住了我，我没有学新闻，我现在是一个警察，非常感谢。我看了就不知道说什么好吗？对，所以就是我有非常的就是这两个我这是个苏联笑话，我觉得是的，对，就是太经典了。
对，也从一个想做新闻记者的人，现在去做了警察，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了。这个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结尾是不是对今天我们这个直播也是一个，就是一个我们是在一个荒谬的时代，是吧？是一个大家都没有什么希望的时代。这么多人去悼念他，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心里就是要说出来，我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我是很焦虑的。这个大家都站在一起，可能也彼此有一点，就是说有一个共情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吧。我不知道了啊，我只是这么想了。对，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已经1个半小时过了，非常感谢老刘，感谢后程，也感谢和加入我们直播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也非常非常感谢有差不多20位听众给我们写了信，有的写的非常非常长，写的非常好，我们也把有一些这个信也来信给他编辑了一下，发在了我们的网页上，欢迎大家去不明白点 net 这个网页上去看一下。好，那今天的直播就结束了，谢谢大家。在这晚安，也在北京的亚洲的朋友们，早安了。好，就这样，拜拜。谢谢袁丽，拜拜。好，拜拜。拜拜。